贝基迷上老艾德，阿娘对次子的新攻略。哈喽，我是金灵，本期我们接着来看建立过家家任务25。今天是阿娘的上学日，终于又可以和好朋友贝基见面了。两人如同时隔多年的老友，一见面就开始聊起肥皂剧来。明显要早熟一点的贝基表示，昨个电视里那男主抱住女主的镜头实在是太心动了。趾高气扬的点出小阿娘肯定更喜欢看动画片吧，对恋爱什么的肯定没兴趣了。同时在心里收回了曾对阿娘表示过她很成熟的话。就在此刻，两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幼稚谈话都被身后的达米安听在耳朵里。小胖和小瘦一左一右的嘲讽着，一大早就聊这种无聊的事，之后的期中考试肯定考不好的。次子三人组的目光被阿娘捕捉到，阿娘心里又开始捣鼓了起来。前几天想用邦德的魅力进行诱导的计划刚一开始，就因为阿娘没有给邦德取名字宣告失败，所以这一次阿娘有所准备。昨天拜托父亲拍了一身带着邦德的全家福，只要把照片给次子看，次子肯定会因为邦德的威武身姿而惊叹，然后邀请阿娘去他家玩狗狗比赛。于是找准了时机，阿娘上次不小心把照片掉在地上，嘴里还大声的说道：哎呀，阿娘家的帅气狗狗照片掉地上了，不小心啊，不小心。计划之完美，阿娘已经能预料到次子的惊讶表情了，但次子三人组压根就没搭理他。不过被风吹到一边的照片倒是被贝基给捡到了，瞅了眼照片上的一家子，贝基竟然开始浑身发抖了起来。下一秒就眼冒爱心的指着老艾德表示，这个超级无敌帅的男人是谁？该不会是阿娘的父亲吧？犯花痴的贝基追着阿娘问各种老艾德的信息，不肯把照片还给阿娘，急得阿娘在后边不停地喊道，这是要给次子看的照片。被一旁的次子见到就更不想搭理了。今天的课程是图画和手工课，因为老师请了病假，由老夫来代课。课程任务是用这些涂料纸片来制作立体物品，主题是动物。同学们都很喜欢这种有趣的课程，但达米安显然不同，嘀咕着这种小孩子游戏真无聊。但听着一旁的同学议论着，听隔壁班说好像会有大人物来看他们最后做出来的成品，搞不好会影响评分呢。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他就得认真点了，搞不好会被父亲看到呢。那么首先进行随机分组，每组成员的材料都是有限的，所以要好好讨论后再开始哦。4组，阿尼亚、达米安。阿尼亚眼神一亮，机会来了。达米安则恶狠狠地指着阿尼亚，嘱咐道：可别给他捣乱啊。遗憾的是，贝基被分到了其他组，但阿尼亚根本不关心，让他把照片还回来。一言不合，两人又开始追赶起来，但很快就被亨利给呵斥住。按照分组做好了座位后，课程任务就开始了。阿尼亚决定，既然照片拿不回来了，那就亲手做一个帅气的邦德展现给次子看。很快，教室里就传来了同学们的议论声，都在讨论这手里的创作。对于这些年幼的孩子来说，亨利想要看到的是作品的完整度和表现力，但更看重的还有制作的过程。刚想到这儿，他的目光就被贝基的作品给吸引了。贝基的作品竟然是阿尼的父亲老艾德，差点没惊掉亨利的下巴，让贝基赶紧重做。这次的主题可是动物，老师啊，人说到底也是动物啊。哦，真理。那行吧，你接着做吧。亨利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学生给赢了一回，而一旁虽然赢了的贝基还是一拳砸烂了作品，准备重做，因为刚才他竟然说老艾德是动物，真是太失礼了。视角转到阿尼亚一边，阿尼亚使出了毕生所学，认认真真的完成他手里的杰作，立马就扔给了达米安看。达米安疑惑的抬起了头，只见阿尼亚也是犀利的说道：他叫邦德。你还有给垃圾取名字的爱好吗？阿尼亚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对狗狗计划彻底失去了信心。这时，另一组的小胖问起达米安大人准备做什么呢？达米安自豪地说道：他准备做他家族家外里的施救。这光看起来就很吸引人眼球，当然制作起来也很费材料。他毫不客气地向同组人说道：都给他节约一点，他也有很多材料呢。达米安的任务可不仅仅是完成课堂作业，而是要让父亲看到他这彰显家族威严的作品，然后给予他更多的关注和赞扬。次子的一番心里歪歪被阿尼亚全都给听见了，机会又来了。只要阿娘主动提出帮次子一起完成施救，最后肯定会让次子的父亲刮目相看，忍不住要见见究竟是怎样的父母才能培养出阿娘这么有品位的孩子来。父亲的任务不就完成了吗？狗狗计划正式更名为施救作战。就在达米安为材料和时间不够的问题担忧时，阿娘开口了，挂着迷人的微笑，散发着夺目光彩，向次子伸出了援手，表示阿娘和次子一块做吧，阿娘的材料也可以给次子用哦。达米安瞬间小脸一红，不知所措。你做你自己的呀。阿娘表示他的已经做好了，就是这坨神不死心也不死的邦德。不过这不重要，阿娘散发着光彩，等待着次子的回应。达米安脸更红了，只能无奈的答应了。两人的小九九被不远处的贝基见着，还沉浸在情情爱爱偶像剧里的贝基露出了姨妈笑，觉得自己可算是理解了阿娘对次子的小心思了，难怪整天都关注那家伙。不仅是贝基，两人的合作关系也被亨利发现了，他很是期待两人合作后所产生的化学作用。可实际上落实到行动上，阿娘就有些拖后腿了。没错，这贴满了胶带的奇怪东西就是阿娘给施救做的后腿，说是为了让施救能飞起来做的喷气式发射器。次子震了一惊后，又把需要大量材料但技术活不多的翅膀交给了阿娘，结果只得到了一些残破的羽毛，这样到底还怎么飞上天呢？阿娘表示没关系的，只要有喷气发射器就行了。
阿尼亚的一再捣乱行为，终于惹得达米安大发雷霆。本来就没有多少时间和材料，还白白浪费，他直接呵斥阿尼亚，让他闪一边去。阿尼亚被恶狠狠的次子骂得哭唧唧，同组的同学都看不下去，让达米安不要说的太过分了。但正在气头上的达米安根本听不进去，还豪横的抢过了他们的材料。而这一幕被亨利给看见了，直言达米安一点也不优雅，不是德斯蒙家族该有的绅士行为。被处罚的达米安不敢吱声，心里越发着急，都怪那个小矮子，这下根本就来不及做出成品给父亲看了。达米安的着急劲儿看在亨利眼里，他安慰道：“不用着急，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做就行了。”可他哪里知道，达米安要做的可不仅仅是课堂作业，这一点上除了他自己，也就只有阿尼亚清楚了。好了，到此为止，请各位把作品都摆到走廊里来。贝基拿着新做的鳄鱼宝宝，开心的出了教室，而阿尼亚心存内疚，正在和次子道歉。为了帮到次子，他已经把他的作品改造成了母狮鹫，正好可以和次子的狮鹫配对呢。虽然看起来还是一坨垃圾。很快，校领导前来参观他们班的手工作品，虽然只是1年级，但每一个作品都做得很精致，很可爱呢。甚至其中有一幅非常有创意和深度的作品，荣获了本次的金奖。本已经决定放弃的达米安突然听到自己的作品被点名，没等他搞明白状况，亨利就解释道，他的那幅作品被领导看中，说是看到了即便是翅膀被撕裂，也仍然以英勇身姿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未来。尤其是旁边那个惨不忍睹的小狮鹫的遗体，烘托了战争的残酷。达米安是无语了，那个垃圾作品连他自个儿都没有想过这么多东西呢。但阿尼亚就不一样了，管他什么七七八八的，反正结果是他按照计划里帮次子完成了任务，自豪地向次子表示，这下你可以跟父亲好好夸耀了吧。次子转头就走，嘴里喃喃道，那种垃圾怎么可能会给父母看呀。阿尼亚的施救计划宣告失败。结束了一天的学习，达米安回到家里后给家族打了电话，不出意外接通的是家里管家。习以为常的达米安本想将今天得奖仪式告诉管家，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而是问起管家入学时候的事情跟父亲说了吧，他是什么反应呢？管家表示父亲非常担心他的身体。达米安笑着回应道，是吗？谢谢了。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其实他知道父亲对他毫不关心，是不可能说出那种话的，能让父亲高兴认可他的只有一件事。达米安冲小石小胖说道，吃过饭后就开始为考试做复习工作吧，只有获得8颗星，成为了皇帝的学生，他才能得到父亲的认可，除此之外别无捷径可言。好了，到这里就是建立国家奖任务25的全部内容了。下期预告，期中考试临近，阿尼的读心术竟然消失了。那么喜欢我们纪实频道，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该系列会持续更新，你的点赞越多，速度越快。我是麒麟，那我们下期再见。